蜂鸟到底有多强悍？1秒钟能打70拳，它是如何做到的？蜂鸟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类，通常身体都在5厘米左右，其体型还没有一个鸡蛋大。从样貌看和麻雀十分相似，但蜂鸟的羽毛更加鲜艳，并带着一种金属的光泽。嘴巴也和麻雀大不相同。蜂鸟为方便采蜜，将自己的嘴巴变得又细又长，和蜜蜂的毒刺十分相像。不仅如此，蜂鸟名字的由来也和蜜蜂有一些渊源，因为蜂鸟的飞行速度极快，肉眼根本看不清蜂鸟踪迹，只能听到和蜜蜂一样的嗡嗡声在耳边作响，因此将其叫做蜂鸟。那为什么要将蜂鸟称作赛亚人呢？这和我们刚刚说的蜂鸟速度有关了。别看蜂鸟体型不大，但其可是有超能力傍身的。蜂鸟的翅膀每秒拍打次数可以高达80次，并且还可以依靠快速拍打翅膀，像直升机一样在空中停顿和倒飞。这项技能可以说是鸟界中的独一份了。也正因为这极快的拍打速度，使得蜂鸟血液中的氧气含量消耗极快。为保证身体供氧充足，蜂鸟只能加快心脏的跳动，其速度高达每分钟1260下，是人类的15倍不止。不仅如此，蜂鸟为更加方便地取到花蜜，还练就了一身近乎完美的飞行准确性和平衡性，以便蜂鸟在不损坏花朵的情况下取得花蜜。曾经就有人对蜂鸟的稳定性做过测试，无论是测量员在什么角度向蜂鸟吹风，蜂鸟都可以保证自己头部稳稳地待在喂食器上。强悍的蜂鸟不但身怀绝技，还耐力惊人，一次可以飞行数百公里。别看蜂鸟体型不大，竟然还是迁徙性鸟类，因为有许多蜂鸟居住的地方，花蜜是季节性供应的，一旦花季一过，蜂鸟们就面临了花蜜供应不足的问题。为此，有少数蜂鸟会选择向低海拔山地迁移，那里气候更加温暖，食物也相对充足。但大部分蜂鸟还是会选择在花季过去后向南迁徙，向更加温暖的地区进发，等到来年春季，再准时从南方飞回自己的巢穴，重新在这里生活到花季结束。那蜂鸟只有不到鸡蛋大小的体型，究竟是如何进行长途跋涉的呢？其实这是蜂鸟的另一个超能力。蜂鸟在迁徙途中可以不吃不喝地飞行800公里左右，随后蜂鸟就会因为疲劳，寻找一个地方进行短暂休整，大约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恢复正常。这段时间中，蜂鸟为了更好的休息，就会将自己的心跳削减到每分钟70下左右。当蜂鸟休息结束后，蜂鸟就会寻找食物补充能量，补充完能量后就会重新出发继续远行。蜂鸟不但可以长途迁徙，而且有一种蜂鸟竟然居无定所，一直都在迁徙的路中，那就是红喉北蜂鸟。这个家伙可以说是一个为花疯狂的家伙，每年近乎有一半的时间在追寻花蜜。红喉北蜂鸟每年会在3、4月份左右，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美国东南部。此时当地的十字蔓、红花七叶树等正在开花，当这里花季即将结束时，它又会马不停蹄地穿越美洲大陆。这时当地鲜花也同样刚刚盛开，这些为花痴狂的鸟们每年都在追赶花期中度过。1秒钟能打70拳的蜂鸟却遭到了大肆捕杀，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正所谓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在我们印象中，鸟吃虫子是大自然永恒不变的规律，可就在美国，蜂鸟却遭到了一种昆虫的大肆捕杀，险些灭绝。这昆虫究竟何方神圣？其实这个家伙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螳螂。这群家伙因为美国公关的疏忽，跟随一批苗木来到了美洲大陆，在当地迅速扩散，并将自己的魔爪伸向了蜂鸟。因为螳螂受到当地气候影响，体型甚至比蜂鸟还大一些。这群家伙在当地疯狂猎杀蜂鸟，蜂鸟那极快的移动速度在螳螂面前却失去了作用。曾经就有人拍到了蜂鸟被残害的完整过程，只见画面中一只蜂鸟正在取水器附近准备喝水，但它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靠近。只见蜂鸟正放松警惕，愉快地享用美食之时，一只螳螂忽然从取水器上方冲出，直接利用其锋利的爪子将蜂鸟的脖子死死抓住，最终蜂鸟只能窒息而亡。也正是因为螳螂的先天克制，当地蜂鸟数量急剧下降，数量不足鼎盛时期的1/4。好在美国及时发现问题，对入侵螳螂进行大规模处理，这才让蜂鸟种群得以幸存下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何你还对本期视频仍有自己的看法或者见解？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点赞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